这个女人开车光顾着玩手机，完全忘了自己3岁的儿子还没有上车。小男孩在危险的马路上奔跑，想叫妈妈等等，可没跑一会儿，他便跑不动了，两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妈妈却丝毫没有察觉，转过街道，越开越远。等小男孩追到路口时，突然一个人影把他抱起，冲进巷子里，彻底消失不见。傍晚，小男孩的爸爸文军发现儿子鹏鹏很久都没回来，他以为孩子只是贪玩跑远了，于是找到鹏鹏的小伙伴询问，可小伙伴却说他们下午就回来了，没看见鹏鹏在哪儿。听到这话，文军心里一凉，立马就慌了神。这时小吃店老板娘说，下午看到了鹏鹏妈妈的车，孩子应该是被接走了。文军顾不上细问，急忙赶到前妻家，冲进去想把儿子带走。然而让他绝望的是，儿子鹏鹏并不在这里。前妻小娟也表示不知情，她下午只是路过那里，并没有打算把孩子带走。顿时两人都愣在原地，文军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疯似的冲到楼下，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可是这么一耽搁，已经错过了寻找孩子的最佳时机。面对警察的质问，悔恨和内疚全都堵在了嗓子眼，把文军噎得哑口无言。失踪多久了？大概有两三个小时了吧。那这段时间去哪儿找过吗？我没有啊。那你干嘛去了？按照规定，24小时内的失踪人口不会立案，只能由家长发动亲戚朋友先找。于是10分钟后，文军赶到火车站，朋友们收到消息早已等候多时。大家一合计，如果孩子被拐走，人贩子肯定会想办法离开这里，说不定就在火车站。几人分头行动，火急火燎的寻找。文军来到候车室，看到大包的行李就上去检查，看到工作人员就上前询问。可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不仅没有儿子的消息，还因为动作鲁莽，差点被别的家长揍一顿。等他满头大汗地追到站台，最晚的一趟火车已经缓缓开走。他伸出双手想去阻挡，可人怎么可能挡得住？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火车走远。火车走后，文军被绝望压得喘不过气，蹲在站台上很久都没能再站起来。深夜，文军来到警局，和小娟一起调看监控。然而不看还好，这一看却让文军陷入了深深的自责，再也无法原谅自己。画面里，儿子鹏鹏的确被人贩子带到了火车站，而时间却仅仅只比他早8分钟。看完监控，文军像是丢了魂一样，浑身僵硬地往外走。如果他下午不让鹏鹏出去玩，如果早一点发现鹏鹏没回家，或者早一点去火车站，悲剧就不会发生。然而现实并没有如果，除了自责，他还要面对前妻小娟的责难。你还我！你小娟走后，文军杵在门口，心里百感交集，不知该如何面对这残酷的事实。但是现在他还没资格消沉下去。深夜，文军回到店里，连夜在网上发布寻人信息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寻人帖子很快便登上热门，回复的人络绎不绝。文军记下每一个提供线索的手机号，想挨个打电话询问。然而等到第二天，他却失望地发现，本子上写的100多个电话几乎全是骗子。于是文军只得离开家乡，亲自寻找儿子的下落。他从南往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人一天比一天憔悴，可希望却一天比一天渺茫。文军落魄的样子曾无数次被人误以为是流浪汉，但为了儿子，他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甚至愿意顿顿吃馒头，也要掏出所有积蓄用来奖励提供线索的人。钱的效率确实很高。这天晚上，有人给文军发了一张照片，上面竟然是儿子鹏鹏。虽然衣服不一样，但他还是连夜坐火车赶往河北，找那个发照片的人见面。出于安全起见，文军只带了5万块钱，还在包里藏好了一把水果刀防身。很快他就会发现这个决定有多明智。刚到约定的地方，前妻小娟突然打来电话说，他找人鉴定过，那张照片是合成的。但事到如今，文军又怎会放弃？他实在太想儿子了，只要哪怕有一点点希望，也要亲自去验证。不过文军还是留了个心眼，在和街头人碰面时，他没敢直接过去，反而仔细观察那个小孩的背影。鹏鹏！见小孩没反应，他又捡起石头扔了过去。不料等看清小孩的样子，文军却心里一凉，拔腿就跑。小娟说的没错，这果然又是一场精心谋划的骗局。然而这次遇到的骗子比之前的还要狠辣凶悍，看骗钱不成，干脆就明抢。他们足有7、8个人一拥而上，对他围追堵截。文军虽然反应快，但人生地不熟，慌乱中他跑上大桥，被人2头堵住，无路可逃。眼看走投无路，文军只好掏出水果刀，一边胡乱的挥舞，一边哭嚎着哀求他们放过自己。但是在别人眼中，文军或许是可怜的父亲，可在他们眼里却是一头待宰的肥羊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？关键时刻，文军怀着悲愤与绝望，从高高的桥上一跃而下，跳进了汹涌的江里，这才躲过一劫。这次之后，文军再也不敢到处乱跑，而是守在店里，对着电脑发布寻人信息，每天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。可是这样苦等并没能等来儿子的消息，反而等来了唯利是图的房东。他不好意思给文军涨房租，于是借口要租给朋友，软中带硬的把他赶了出去，3天内必须搬走。
文军有些着急，想找个借口拖延，可一转头却看见了同样绝望的前妻小娟。儿子被拐的这2年，他也没闲着，但无论用什么办法，结果却同样看不到希望。为了让彼此振作起来，他们加入了韩总组织的寻子联合会。在会上，文军哽咽着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他以前特别郁闷，为什么自己那么惨，骗子还不肯放过他。可现在文军却释怀了。对于他们这些孩子被拐的父母来说，有虚假的希望总比没希望要好。就到那时候吧，你就觉得，哎呀，有个人骗骗你吧，你觉得好像也挺好。哎，有个人骗你吧，你就觉得好像还有点希望啊。这希望真跟饭一样，你这不吃不行。文军的话虽然讽刺，但却让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孩子被拐的阴影让他们根本看不到生活的光明。分享结束后，韩总带着他们坐上了往北的大巴。有消息称，某地刚抓到一个拐卖团伙，或许会有孩子们的下落。人多力量大，在充满信心的氛围里，一整年没笑过的文军和小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然而，等到了地方，人贩子的话却把他们刚刚燃起的希望彻底浇灭。这小孩太吵闹了，说在车上。后来他们给他装到麻袋里了，好像憋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每个人都沉默着，不敢去想自家孩子的下场。如果不能确定孩子的死活，那这样找下去还有什么意义？但是文军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他卖掉房子，把奖金提到20万，还自制了一辆餐车，每天在各个幼儿园门口叫卖，试图用大海捞针的办法把儿子鹏鹏找出来。一转眼2年过去了，文军的餐车生意越来越好，可儿子的消息却随着时间流逝彻底没了动静。可就在文军不抱任何希望，打算走一步算一步时，一条奇怪的短信却让他再次燃起了斗志。半个月前，有位家电配送员去很偏僻的山村送东西，见过一个特像鹏鹏的孩子，回来后便给文军发了短信。令人唏嘘的是，那20万奖金配送员一分未取，交代完地址便匆匆离开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夫妻俩和韩总直接打车，连夜赶往那个山村，在天刚亮的时候顺利抵达。按照配送员的交代，他们穿过巷子，经过村里的祠堂，绕到后山，找到配送员说的那户人家。眼前的景象让文军和小娟都愣住了。小院里那个正在喂鸭子的农村男孩看起来真的很像鹏鹏，虽然3年没见，样貌有些变化，但直觉却告诉他们这次真的错不了。随行的韩总立刻打给警察请求支援，可文军和小娟实在太像孩子，没等警察到场便擅自行动，偷偷溜进了院子里。爸爸，小娟见儿子不认识自己，心里又气又急，忍不住冲到跟前把孩子扶了起来。直到看见孩子额头上那道熟悉的伤疤，他们悬着的心才终于落进了肚子里。这孩子的确是被拐3年的儿子鹏鹏。可就在这时，房间里突然走出个农妇，质问他们要干什么。文军心头一跳，抱起孩子，甩开农妇，拔腿就往外跑。小娟紧随其后，韩总闻声赶来，把农妇挡在后面。3人顺着小路狂奔，朝等在村口的出租车跑去。不知道真相的村民以为他们3个才是人贩子，纷纷抄起锄头，像追贼一样紧紧跟在后面。开出租的哪见过这阵仗，一脚油门直接被吓跑。3人只好继续狂奔，不敢停下。不知跑了多久，文军和小娟精疲力尽，瘫倒在田地里。可让他们心碎的是，鹏鹏非但不关心亲生父母，居然还开始往回跑，想回到人贩子那里去。文军崩溃了，追上去死死抱住儿子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小娟的心里也十分委屈，扑在儿子身上痛哭不止。然而就这么一耽搁，身后的村民便蜂拥而至，很快就把他们全部按在田里，动弹不得。幸好警察及时赶到，果断鸣枪示警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到了晚上，文军和小娟在派出所里做笔录。小娟想多看看儿子，于是走进办公室，温柔地蹲在鹏鹏面前。可下一秒，鹏鹏的话却让他早已千疮百孔的心又狠狠地揪在了一起。这哪是把他们锁起来？他们想不通，孩子只被拐了3年，怎么就能把亲生父母给忘得一干二净？可无论夫妇俩怎么想，孩子总算是找回来了。只要 DNA 比对出结果，他们就能带鹏鹏回家。离开派出所时，文军突然停下脚步，倚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。这个寻子3年从未退缩过的勇敢父亲，在这一刻却像是被人抽掉了骨头，连站都站不稳。他蜷缩在地上，像个孩子一样抽泣。人虽然找回来了，可他们心里的伤口需要多久才能愈合呢？